第31章，火车开动了，很快就将莫斯科的景色、莫斯科的人抛在身后。回国前，池鹤就做了决定，不会再回全市。何时照也挂心池鹤的去处，询问了他的想法。这小伙子平静又坚决。我们要回去的地方，师父师母去哪里，我就跟着去哪里。刚好国家乡村建设的指标下来，将李彦熙和何时照两口子派去了白江村帮助基础建设。何时照直接拍了板，行，那咱仨就一块去白江村。回忆到此为止。池鹤看向外面白茫茫的天，个人有个人要奔赴的地方，只希望能各自珍重。全市机械厂宿舍，池母一见到回国的窦宇炫，就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，他急切地抓着他的手，想问个清楚明白。怎么样，宇炫，你把池鹤那白眼狼带回来没有？池环这些年也到挺多地方去工作了，但性格太傲气，做事也不利索，很快又回了家里。池母和池父都临近退休，也要供不起池环大手大脚的开销了，这时才觉得家里有个老大好。窦宇炫不动声色地抽开手，说：池姨，我在俄国就见了他一面。宇炫，你叫我什么？池母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窦宇炫红唇紧抿，嗓音有些干涩。我和池鹤已经离婚了，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。上一次见面他说，亲情早就尽了，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。他隐瞒了很多，只是来帮池鹤告知这一个结果。池母顿时身体瘫软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他怎么敢，他怎么敢，我们辛辛苦苦养他到那么大。窦宇炫没什么表情，只许诺道：池姨，你也别担心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窦家还会和以前那样对池家的。池父抽着烟，在一旁愁眉不展地说公道话，早就说你不要逼老大逼得太紧。池母闻言猛地直起身，50来岁的女人更加苍老了。池母歇斯底里地打断池父，你现在倒是跑出来说什么公道话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要不是为了你们老池家，我能这样对我亲生儿子吗？10数天的火车路程到了华国境内，又坐火车辗转到公车，再从公车到了毛驴草棚车。池鹤一家总算到了白江村。池鹤下了车，入眼街是农田和低矮的房屋，还有不知名的蚊虫在飞。池鹤有设想过农村环境，没想到和城里大不一样。他倒不是有什么想法，就是头一回来农村，感觉自己不太能适应这儿的生活。何时照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走吧。池鹤从呆滞中回神，连忙转头找旁边的李彦熙：师母，我来帮你拎箱子。好嘞。没几天，三人住的院里就来了新成员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池鹤见到慕寒的那刻算是有切实体会了。慕寒赶了几天路，仍是一副热情澎湃、活力十足的样子。他推开门，高声和院里的人打招呼：想我了吗，池鹤？第32章，池鹤要进的工厂还没协调好，赋闲在家种地。何时照和李彦熙夫妇两人则是一到村里，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村建规划，什么水电线路、交通线路、仓库规划，全在俩技术骨干头上压着。他便留在院里看家。池鹤被这声吓得捏碎了手里的半截黄瓜。他回过头，又是惊又是喜：明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慕寒穿着粗麻布衣，也是青春张扬。他说：白江村算是热门基建，我想离家远点。我在的省市又刚好在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想到你和李工、何工要来这儿，我也马上报名来了。说完，慕寒又冲他眨眨眼：你猜还有谁来了？池鹤心念一动，心有擂鼓似的：是他吗？慕寒一拍手：对喽，吴曦也调过来了，好像还当了什么建设团团长呢。两人说完没几天，池鹤便在村口见到了吴曦。吴曦还是那样飒爽漂亮，好像什么都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村里这地方不比莫斯科，就这么点大，屁点事都能传得满村知道，对男女关系的忌讳也是更多，更别提长相漂亮的青年女军官和技术员了。于是待白江村里1年，池鹤和吴曦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，没表现出丝毫的男女之情。
再加上两人心里都有些别扭，不明不白的算什么事儿呢？池鹤在白江村，感觉自己也还有好长一段的适应期。他从工厂下班，偶然还能听见吴曦在训手底下的兵。乡下条件不比城里，这不是一早就说过的吗？他面色冷又严肃。池鹤想必以前还能唬人，说话见面前士兵不说话。他陡然拔高了音量，那人看起来像个新兵，一下被吴曦吼懵了。他立马就哭出：“团长，我真想回家，吃不了这个苦。”吴曦沈笑，口吻淡淡的：“你到那儿当兵都是吃这个苦，在城里当陆军作战也是为人民服务，在白江村开辟农田搞基础也是为人民服务，哪有孰轻孰重？”这时吴曦的表情叫池鹤有些熟悉了，说的话却叫他心口发麻。自己从前是有些好高骛远了，感觉学了技术就该进什么大工厂，把技术投入些什么高大上的产品才算学得其所。工业技术上到机械大件，小到拖拉机、自行车，生产或是手工制作，皆是切实的生活产业，怎样都是改善人民生活，没什么孰轻孰重的。这吴曦倒还真像个解语花，每次听他说话都能感悟点什么。训完话，吴曦发现偷听的池鹤还在，他勾起唇笑，将池鹤脸都笑红了。他便扭过头要走，不理他。吴曦也不计较，明天我要去南边市集，出任务，你有什么要买的吗？次日，池鹤和慕寒洗了衣服往回走，听村里人说着八卦，就觉得不太对劲了。听说南边闹市那块发生了枪击案，有2位军人同志还受伤了。池鹤手上抱着洗衣盆，手上一松，顿时水花四溅。枪击武装袭击第33章。2个交谈的人被他的反应吓到，结结巴巴的回：“是啊，池同志，你怎么了？”慕寒也头回见池鹤心慌成这样，他连忙拽稳了他，问道：“你咋了？怎么突然这样？”池鹤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摇摇头，蹲下身，捡起地上的衣服放回盆里。吴曦昨儿和我说，今天到村南有任务，我怕。慕寒关注点倒不在这儿，闻言惊讶道：“你俩出到哪步了？怎么他这都和你说了？”池鹤嘴上毫不饶人，又不是什么要紧事，是什么任务也没说，你怎么就能扯到这份上？没想到池鹤这时候心慌意乱的，逻辑竟也没出问题，他嘴上占不到一点便宜。慕寒无奈又好笑，宽慰道：“吴长官身手挺好的，受伤的也不一定是他，到时候等执行任务回来了，你自然也知道怎么个事儿了。现在慌也没用。”池鹤也觉得对，要是吴曦出了什么意外，肯定是会掀起轩然大波的。但他抱着盆和慕寒一块往回走，却止不住的心慌。枪子儿不打自己身上，怎么说都行，我和部队至少还有些合作呢，于情于理都该探望下的。慕寒看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觉得好笑，忍不住开口劝道：“你要实在担心吴曦，就去看看呗，反正这儿到医院也不远，1辆公交就到了。”几名知识青年和研究员到这儿之后，村子里的基础建设做得不错，公交线路也优化了，市场、医院公车直达。池鹤那句“我不是担心吴曦”到底没说出口，他迟疑道：“可是……”池鹤一想到吴曦手底下那些兵调侃的眼神，就有点脸热。你自己都说，你和吴长官没啥关系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别人爱说就说去吧。慕寒估摸着，这俩人关系也不差那几句了，如此宽慰道。池鹤脚步一顿，到底是想清了，把盆往慕寒手上一塞，匆匆忙忙跑了。慕寒叫道：“喂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有这么急？”池鹤这时也不尴尬了，一摆手头也没回：“帮我晾一下，我过会儿就回。”慕寒看着他跑走的背影失笑。医院里，池鹤慌慌张张问到了军人同志的病房号，就往楼上跑去。他想也没想，直接推门进去了。结果床上的人不是吴曦，倒是个眼熟的士兵。见了他便笑出一口白牙：“姐夫，吴长官没事。”池鹤又连忙退出去，撞到了刚被上级训了话回来的吴曦。担心我？他看着池鹤，
笑了起来。可他又很快想起了什么，将笑容收了回去。吴曦开着车带池鹤到了山顶，这块上山通行的路还是这1年来吴曦带着部队一块修出来的。此时暮色四合，落日融金，白江村西面青山松翠。此时天边晚霞烧红，有金色的日光描摹着远山的轮廓。池鹤侧头看吴曦，也看见了落在他肩膀那处的光，将他的肩章照得熠熠生辉，灼人的景。池鹤一时哑然，不知道说点什么。第34章，又觉得自己现在和他这样，确实挺不明不白的。相处良好的纯洁男女关系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在两人沉默的期间，池鹤也找到了关系落脚点。你，竟是两人一同开了口。我要调走了。吴曦要知道回国后是这情况，肯定不会招惹池鹤。池鹤嘴角的笑容僵住了。2年后，前些日子李彦希大病一场，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应白江村的高强度建设了。何时照忧心妻子，手术结束后便申请了调任。3人一同到了京市光明街道的军工大院安家。军工大院里地人倒是对池鹤一家颇有微词，说去俄国学了身本领回来，不先到首都投入建设，跑去村里住了几年躲清闲。这2年一家3口都充耳不闻，一副最新研究的样子。池鹤本人是不在意，反正他当技术员，和人交际不多，一天翻来覆去见的也就那些人。李彦希和何时照在研究院里关起门来做研究，真有功夫计较这些的也不会在研究所里。实际当家做主定军心的何时照就一句话，国家都有安排，觉得不合适大可以把咱们一家3口都撸下去。没几天，军工大院里就出了一张表彰红报，将一家3口在白江村的贡献全列出来了。从铺设水路网到改善交通线路，池鹤帮着办厂基建拉投资，桩桩件件一个不落。一家人吃着中饭，门突然被敲响了。何时照去开门，原来是街道办的林主任来了。怎么样，小池同志，我办的事儿你还满意吧？哎呦，李彦希一回头，朝一脸平静的池鹤说：小池同志，你现在可真会闷声不想干大事啊。池鹤吃着饭，稍稍点头。林主任笑眯眯的继续说：最近厂里和街道办都忙着呢，说是最近有个军代表要来，都是千年的狐狸了。池鹤当然知道林主任要说什么了，他嚼完嘴里的菜，才回道：我知道了，林主任，到时候肯定优先推荐您儿子去学习焊工技术。得了答。林主任心满意足的走了。李彦希倒是又想起上回池鹤和林主任女儿相亲的事情。哎，你和那小林相处的咋样？池鹤含糊答道：就那样吧。李彦希忧心忡忡，要实在不行，师娘帮你去打听打听那小吴往哪里去了。池鹤动作一顿，将碗里饭火速吃完了。师娘，我先回厂里了。哎，池鹤这逃窜速度，李彦希捞都没捞住他，他只得重新坐下，和旁边的何时照抱怨：嗨，自从2年前打白江村回来，池鹤就是这样子，肯定是因为和小吴没成。李彦希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下去，将话题一转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死心眼。逢相亲对象就说自己结过婚，吓跑了180个厂女孩了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他不说谁知道。就算是结过婚也不要紧，只要人实诚负责任，20好几了都不成家，没个孩子，我现在还能给他张罗。第35章，何时照慢条斯理的吃着饭。行啦，你也别操这个心啦，缘分这事儿谁说得准？他不想处对象，你塞1万个给他都没用，他想处了，你拼命拦着他也不见效。说着，他又奇怪地看了李彦希一眼，我感觉你之前也不是个操心这些事的人，是不是待家里太闲了？李彦希白着不会说话的男人一眼，怎么嫌弃我变成了个啰里吧嗦的老年妇女了是不是？何时照立马缩起脖子认怂，哪儿能啊，我家领导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池鹤这小子怎么能对自己婚姻这么不上心呢？我们还能养他一辈子不成？李彦希没什么好气，净捡好听的哄我，刚刚说话又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何时照给他夹了个大鸡腿，
继续笑着哄自家领导：“我还不是怕你操心太多。池鹤结婚这事儿到底看人，先吃饭吧。”池鹤午休时间回厂里，没什么事情，倒是被抓了去当迎接军代表的壮丁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无锡能这么阴魂不散。白江村建设部队的团长是他，现在军工厂里的军代表又是他，重逢2次，每次都叫他感到复杂无比。可真正见到他的这一刻，池鹤反而感觉心里那些恨啊怨啊，全都烟消云散了。最后脑袋里只有一句：“无锡你好不好？”可他最后什么也没问出口，挤出了一句干巴巴的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调任他言简意赅，明显不太想谈论这个。池鹤也想起之前在白江村就听人说起过，吴团长大有来头，在京市那边都有门路，他要是回京市任职也不稀奇。池鹤从喉咙里挤出一句：“那你之后在京市有什么打算吗？”吴锡定定看着他，眸中情绪又重又深。安定下来，和喜欢的男人结婚。池鹤脑瓜子也一向顺直得很，也没想到这人说话更直白。他自诩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了，跟他那双眼睛一对上，竟然会觉得脸发热，说的话也从他耳朵里往心里钻，全身都麻乎。池鹤咬了咬牙，叫自己冷静，知道了。刚走没几步，就被身后的吴锡抱住了。当时池鹤要走，他不是没想过要把人留下来，可看他那依赖师父师母的样子，吴锡又不太忍心。吴锡总和手底下的兵说，不过是份寻常工作，但有时候九死一生也是真的。来当兵的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要哪天出了意外，他也不想让他面对一个烈属的称号和一封遗书的场面，顾虑太多，想说的话也太多。吴锡一个有话直说的性子，难得踌躇，看着他那双晶亮的眼睛，他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然后他说走吧，再会后来在戈壁上作战的那一夜，他后怕又庆幸，幸好没和小池同志在一块，不然白白耽误了人。家里老爷子身体出了点状况，被调了回来。吴锡本来不太愿意，可看见池鹤，心里那点不愿意又全散了。好多阴差阳错，兜兜转转，又是最好的结果。最后他终于能和心爱的男人说出那句：“我好想你也好爱你。”